粤港澳大湾区人口规模巨大，城市高度密集且流动性高。正因为如此，面对变幻莫测的新冠疫情，深港联防联控的密切合作和相互支持就显得尤为重要。从2020年疫情之初至今，深港双城充分利用两地长期积累的合作基础，实现了疫情信息的通报、防疫信息的共享和重大决策的共商。那么，深港在协同抗疫上做了哪些得力举措？这些举措为大湾区城市群未来的深度融合带来怎样的启发？我们一起来听一听香港各界人士如何来评价。那刚刚呢，我们在体育馆外路出境的时候，就有香港市民在旁边围观，看到深圳卫视的麦标之后呢，给我们送来饮料和面包，嘱咐我们一定要收下，说知道深圳就要来人支援香港了，心中非常的感动。那我邀请他对着镜头讲几句，他却婉拒了。这是深圳卫视驻港记者在深圳华大基因运营的火眼实验室外采访时发生的感人一幕。这位香港市民的暖心之举，让人深切地感到深港双城携手抗疫，将两城民众的心拉得更近。今年2月初，香港疫情出现反复，特区政府寻求中央协助，主要集中在加强病毒检测能力、建设临时治疗设施方面。2月12号，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务司司长李家超率代表团到深圳，参加第2次内地与香港新冠肺炎疫情专题交流会。国家卫健委、国家疾控局、广东省及深圳市与会人员在会上介绍了内地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特别是近期奥密克戎变异株引发疫情的做法和经验，并就内地与香港共同抗击疫情的策略措施进行了深入交流。李家超代表香港特区政府提出了5项请求，包括协助香港加强检测能力、兴建检疫和隔离措施等。港澳办、国家卫健委、广东省和深圳市政府表示，很愿意提供各方面协助，并成立了5个专班，负责研究和制定方案。我衷心感謝廣東省政府同埋深圳市政府對香港嘅支持同埋重視。廣東省政府更加傳達咗廣東省野溪書記嘅話，佢係咁講嘅：我們是一家人，幫助香港就是幫助廣東。相關援港物資迅速到位。2月15號，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表示，特區政府已採購1億套快速抗原測試包，即日起陸續向安老院舍的工作人員派發。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前新聞統籌專員馮偉光表示，這正是香港迫切需要的醫療物資。特首都講咗咧，就係話呢一個透過中央嘅幫助啦，透過廣東省政府嘅轉介咧，我哋而家咧可以買到超過1億個呢一個咁樣嘅快速測試包啦。咁呢個都好感謝，因為我哋確實需要盡快去揾出一啲隱形傳播鏈。我哋喺街頭咧，有時或者公共交通工具咧，真係危機四伏。咁我哋好想咧透過呢啲方法盡量咧係將嗰個疫情壓下去咯。政務司司長李家超還對媒體表示，目前也在和內地方面商討，包括醫療、檢測以及其他防疫設施是否可以選擇在香港之外的城市搭建。這些問題會由專班積極和認真的盡快深入討論，盡快制定一個方案。馮偉光表示，這個提議給了深港抗疫合作更大的空間。香港實在冇咁多地方一時三刻間起到咁多實驗室，而家可能話火眼起咗1個。而家可能起多2個，但係可能都係唔夠嘅。咁有啲咧可能真係需要咧係深圳，因為最毗鄰我哋就係深圳，一條橋就過到嚟。咁假如我哋將啲樣本喺深圳做測試咧，我係十分支持嘅。實際上，早在2003年 SARS 後，粵港澳3地已經就傳染病防治和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信息通報機制達成共識，建立了緊急通報和常規通報機制。2005年，粵港澳3地簽署合作協議。該協議規定，3地可在相關各方同意時，互派專業人員參與處理事件，聯合組成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小組，協調開展應急處置工作。2019年2月18號，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了《粵港澳大灣區規劃綱要》。綱要明確提出完善突發事件應急處置機制，建立粵港澳大灣區應急協調平台，聯合制定重大突發事件應急預案，不定期開展應急演練，提高應急合作能力。
这赋予了粤港澳大湾区跨区域合作更强有力的联通机制。正因为此，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粤港澳3地每天都会就本地疫情动态进行随时通报，对发现的病例个案进行流调信息互换，对有可能跨境流动的密切接触者及时跟进有关情况。同时，协调调集口罩等防疫物资，保障好港澳生活必需物资的供应，做到疫情动态和政策措施及时通报，信息充分共享。比如在2020年疫情初期，口罩等医疗物资十分短缺。深圳市人民政府宣布，在疫情防控期间，每天将通过香港中联办向香港捐赠10万只口罩，首批100万只，用以支援香港做好防疫抗疫工作。这一彰显深港一家亲的慷慨之举，对广大香港市民来说可谓雪中送炭。香港时事评论员郭一鸣回忆起这个举措，依然印象深刻。那么当时香港的口罩是非常急需很多的抗疫的一些防疫的一些物资都短缺。那么当时深圳发出了这样一个表示也全力的支持香港。当时呢还第一批呢就提供了100万个口罩，在香港的当时主要的媒体都对此都做了报道。所以应该说香港对于内地的一些提供的，特别是深圳在抗疫方面提供对香港的支援呢，香港的民众是应该说是非常感激的。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立法会议员陈勇评价，深港两城相互扶持已经有多年的历史。这次香港有难，深圳全程动员积极支援，更体现了两个城市的默契和情谊。香港大学深圳医院院长卢宠茂因为工作原因，长期往返深港两地。从疫情初期，他就一直奋战在抗疫最前线。在深圳疫情最严重的时候，他坚守在深圳，因此被评为2020年深圳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现在香港疫情反复，卢宠茂又带着深圳的防疫经验驻扎香港。近期，他接受深圳卫视驻港记者采访时回忆起这段经历，称他在深圳确实学到很多。您觉得内地的疫情防控，您有怎样的切身体会呢？这个疫情防控里面，我们只是一个很少的一部分，我们是尽了我们自己的力量，特别是在这个深港的跨境疫情防控里面。那么我们医院呢，确实就是在2年前，2020年的1月10号接诊了武汉以外的第一个新冠的病人呢。当时病人来到我们医院还是很幸运哈，我们还是把它管控好了，最终还是确诊了，我们也没有任何的这种感染我在深圳确实学到很多。那么我们香港的同事呢，也确实有在跨境的疫情防控尽了我们的力量。过去了2年呢，也在深圳湾口岸提供跨境香港的货车司机核酸检测，每天有差不多5000的香港的司机呢需要核酸检测，这个是保障香港的物资供应非常重要的一点。我们要坚持6个小时出结果，在深圳湾关口建立一个采样点跟一个方创的实验室，尽快的做到核酸检测。疫情虽然阻隔了深港之间的正常人员往来，但却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成果，就是推进了跨境医疗服务的发展速度。这是深港深度融合的又一个重要案例。还有了，在疫情里面，其实很多港籍的跨境的居民住在广东的没办法回香港去看医生复诊从2020年的11月份开始，香港政府也委托我们为疫情里面在广东省的没办法回到医管局的那些复诊的那些病人提供一个资源，让他们到我们医院去复诊，让我们直接跟香港政府对账。到现在已经有差不多35000病人享受了服务那这些都是在疫情里面我们看到深港合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直身处香港的郭一鸣对此也观察到，
通过深港两地在抗疫期间的合作，可以看到未来9+2大湾区的城市在疫情防控等公共卫生领域的合作会进一步加强，从而建立更加完善的疾控体系。我们借此机会应该建立一个制度性的一种合作交流的这么一个机制。这一点呢，我想这个通过这次的疫情，我们看得很清楚了。这个病毒是没有这个边境的啊。我们对9+2的这个大湾区的各个城市，更应该用一种更加密切的一种集合我们的这个人力资源各个方面的这个资源，包括我们的共同的这个智慧，来抗击疫情，共同提高我们9+2大湾区人民的这个人民的健康。火眼实验室只是内地原港、深港联防联控的一个缩影。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2月13号深夜发表声明表示，中央一直是香港特区最坚强的后盾。在第5波疫情发生后，有关方面多次向他转达了中央领导对香港市民的关切和对香港抗疫的全力支持。他仅代表特区政府和全港市民表示由衷谢意。感谢近期成为了香港抗疫中的高频词。日前，香港5大公务员团体，包括香港特区政府人员协会、香港公务员总工会、特区政府纪律部队人员总工会、国家行政学院香港同学会及香港特区政府公务人员联会发表联合声明，感谢中央支持。声明中写道：香港只要有求，祖国必定有应。相信有中央支持、祖国支持，大家齐心合力，定必能够早日战胜疫情。因赴内地工作而在深圳进行医疗隔离的香港艺人，在这几年间也都感受到了深圳，尤其是南山区抗疫人员的暖心支持。他们在结束隔离后，通过各种方式表达了诚挚的感谢。刘德华留言说：“谢谢您的爱，加油支持。”张卫健将酒店服务员、厨师、医护等工作人员称为兄弟姐妹，并表示感谢照顾，后会有期。马国明则写下：“得到你们好好的照顾，14天很快就会过去。”来自演艺界人士的一张张感谢卡片，承载着一颗颗感恩的心，也成就了一个个防疫工作中的暖心时刻。